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的融媒体直播，我是电影频道的记者林硕冰。那此时此刻呀，我们已经是到达了沈阳故宫，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宫。沈阳故宫啊，是很多游客来到沈阳以后的首选旅游目的地。那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呢，也滋养了这里的文艺创作，所以我们观影团代表们的首站目的地也是选在了沈阳故宫。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在我身后已经是站了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观影团代表，他们呢是代表着全国各地的电影爱好者们，他们的观影团呢就像一颗颗原子一样，构成了全国爱电影的网络。那我们本届喜剧电影周呢，也是专门请到了50位来自全国的观影团代表，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要在这个喜剧电影的快乐老家，一票一票的投出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喜剧片，也就是人民的笑声荣誉。那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观影团代表们吧。我知道我们今天有很多是来自北京的观影团代表，对不对？来跟我示意一下。好，然后除了北京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来自祖国北部其他地区的观影团的朋友们，有来自山东的、呼和浩特的，对不对？来挥手跟大家示意一下吧。当然了，我们北方的影迷氛围非常的浓厚，但我们南方也一样当仁不让。那我们来自长三角的朋友们在哪里？来挥一挥你们手中的旗子。好，然后还有其他的，我知道还有来自广州的、长沙的，你们在哪里？这里。好，那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非常重磅的，就是我们东三省的东道主们，东三省的几位观影团代表，你们在哪儿？我知道你们当中有沈阳本地人，对不对？哪些是沈阳本地人？还有来自哈尔滨的朋友，还有来自大连的朋友，对不对？今天是有黑龙江的，有辽宁本地的。其实我是吉林的，所以今天我们东三省的人是全部都已经聚齐了，必须要让所有的朋友们感到宾至如归。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沈阳故宫的讲解员王楠您好，接下来就请您来带我们来进行一个历史文化的游览吧。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故宫一进来的位置，然后也看到这里是崇政殿，对不对？是的。能不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宫殿呢？好，那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宫。稍后呢，将我为大家做全程讲解。沈阳故宫呢，它是位于沈阳古城的中心，是我国现存的2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那在我们前方的建筑就是崇政殿，民间俗称是金銮殿。那当时皇太极就是坐在崇政殿的室内，上朝议事，处理国家政务的。然后在崇政殿的檐下柱头，我们可以看到是有6条神龙，龙头和龙爪是探出殿外的，龙尾和龙身呢是保留在殿内的，就像6条神龙是从大殿里边飞出来的一样，既显得吉祥喜庆，又不失皇家大殿的威严。然后这边请。好的，那我们一进来先看的就是这个曾经是皇太极，对吧？他办公的一个场所。是的。那其实我们来到沈阳故宫也是马上就感受到了这儿的历史文化底蕴，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各位观影团代表们啊，你们以前来过沈阳故宫吗？没有，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来。是不是刚刚有一位沈阳的朋友来过吗？本地的。您好，您作为沈阳本地人，您以前来沈阳故宫玩过吗？来过。没关系，都可以说来。来过。因为这沈阳故宫作为沈阳的一个地标建筑呢，我们所有从外地来的亲戚朋友都会到这儿是他的第一站。对，就是所以说有外地朋友来了，马上就来这个沈阳故宫游览，对不对？对，是的。对，那我们也来问问外地过来的朋友，来沈阳你们是第几天了？昨天刚到，今天第2天。对沈阳的印象怎么样？特别好，就是这边虽然很热，但吹的风还都是凉风。虽然这几天是我们东三省最热的几天哈，但是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比这儿还热。是的。好，那我们其实第一站啊是选在沈阳故宫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我知道我们是2004年的时候，其实沈阳故宫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了。那这里是有据我所知是有100余座、500余间的皇家建筑群落，所以我觉得大家第一站来到这儿是有很多值得游览的地方。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吧。我知道我们沈阳故宫是分为东中西3路，对不对？对。那接下来我们会去的是哪一个区域呢？稍后我们去参观的就是沈阳故宫的东路建筑。东路呢是努尔哈赤时期修建的，中路是皇太极时期修建的，西路呢是乾隆皇帝回来祭祖的时候又增建和扩建的。
我们先参观一下东路。我知道我们这个东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努尔哈赤修建的，然后后面他的后代们啊，就一直向西修建，其实也是体现出一种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以东为尊的一种思想，对不对？对，其实我之前来的时候，我还看到过，我们有一个故宫的文创，就是那个冰棍儿，上面写着"紫气东来"，是的，就是其实跟我们建筑格局是有关系的。是的，等会儿我们也可以去我们的文创商店逛一逛。那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东路的一个区域了，能不能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儿的建筑呢？好的，这个东路建筑呢，主要的建筑就是包括大正殿以及我们现在两侧看到的十王亭。十王亭是一边有5个亭子，两边加起来是10个。那其中的8个亭子呢，是叫做八旗亭，就是当时八旗旗主办公的地方。除去8个亭子之外，剩下最前方的2个亭子，分别是左翼王亭和右翼王亭。这2个翼王呢，是每个翼王分管着身后4个旗的旗主，所以说合称为十王亭。这些小亭子就是当时王爷们办公的地方，相当于是早期的办公室一样。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10个位置就是他们的工位。是的，对。然后其实刚才像您介绍的，我之前也有过了解，好像8这个数字对于我们沈阳故宫来说是挺重要的。是的。就是之前我是看到说我们这个大门上，一排是有8颗钉子，但我们在北京故宫是9颗，因为我们汉文化当中会觉得9是数之吉，然后但是在我们满族文化中或者在我们清朝的文化当中呢，8这个数字特别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8这个数字它本身就很吉祥，但9这个数字是数字里边最大的，所以说你看皇帝叫做95至尊嘛，是这样的。对，然后其实我们在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经常听到，我们的清朝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提到8这个数字，比如说经常说八旗子弟，对不对？对。还有《甄嬛传》当中有一句跟8旗有关的台词，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等一下。对，您说。蒙满八旗，八旗不及，华妃仪态万千。对，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这个满蒙八旗不及华妃娘娘凤仪万千。所以说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好，那我们再继续吧。然后下一个我们去游览一个什么位置呢？我们接下来去前方参观一下大正殿。大正殿是当时努尔哈赤办公的地方，俗称呢叫做八角殿。大正殿的通高是19.2米高，为8角重檐攒尖式的建筑。那8角形的殿顶呢，就是象征着8旗，也有着8方归一的寓意。而且这个大殿啊，它是木架式的结构，榫卯相接而成，从里到外是没有使用过1根钉子的。而且现在大正殿呢，也是我们沈阳地标性的建筑。你看我们沈阳地铁卡的卡片上就是这个大正殿的图案，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对，其实您刚才这个段讲解也是提到了好多8这个数字哈。好，然后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我们这个大正殿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沈阳的一张文化名片了。那其实这里也是体现出特别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一个交汇和融合啊。那其实像我本人是汉族人，大家应该也是汉族人居多，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在影视作品当中学习到了，或者是耳濡目染了很多这个清朝的文化。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清朝题材的影视作品，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都可以，有没有？步步惊心。您呢？末代皇帝。对，还有吗？还有人想说？铁齿铜牙纪晓岚。对，我们其实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清朝的一些文化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对历史文化有个更多的一个了解。好，那我们再继续向前吧。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请。然后现在我们参观的就是东路，接下来带您去参观一下东所。东所呢是乾隆皇帝回来祭祖的时候，给他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临时修建的行宫。那与东所对应而建的还有西所，因为当时讲究以东为大嘛，所以说东所就留给他的母亲皇太后居住，西所呢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妃子们临时居住的地方。
那其实您刚才说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去进行修建的，这个人物是不是我们很熟悉？对，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边看到的甄嬛。对，我们刚刚还提到《甄嬛传》钮祜禄氏啊，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他当时东巡的时候，他会住的一个地方，对吧？是的。好，然后我们刚刚也是提到我们对于清朝题材的一个影视作品哈，大家也都列举出了自己这个比较喜欢的一些作品，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就是喜欢它哪里呢？我刚刚说喜欢那个《步步惊心》，它是一部电视剧，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它比较深刻的展现了当时几个王爷他们争夺皇位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虐吧，就大家都是兄弟，但是都真的很狠这样子，就是跟其他那些清朝的那些类似古偶剧不太一样。其实是也能够感受到里面是用了心思的，是的，从服化道啊到我们对历史的一些考察。是的，是的。那其他的呢？我刚刚说的那个《末代皇帝》，其实它是一个外国导演的作品，是从海外的视角来看中国清代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它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出海的一个影片吧，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这个影视发展也是很重要的。是。我这边主要是提到的刚才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是因为从这部电视剧里面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帝王除了那种威严的状态下，和自己手下的大臣啊，不管是忠臣还是奸臣，和自己的大臣是怎么样沟通的，还有他的一些日常，能看到一个和平常不一样的一种就是清朝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可以实地来体验一下这个清朝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我们身后的建筑就叫做净典阁，是当时用来存放爱新觉罗皇族族谱玉牒的场所。玉牒呢，它分成了黄档和红档，黄档里边记录的是爱新觉罗的宗室成员，红档记录的是旁系的亲属。现在这个玉牒的原件呢，是放在了辽宁省的档案馆里边。我们现在室内展出的是院藏的珍宝展，里边放了一件葫芦的瓶子，它是掐丝珐琅工艺的。葫芦在中国古代呢，有着非常美好和吉祥的寓意。首先呢，它的这个葫芦是同福禄的谐音，而且葫芦里边的子很多，就代表这个多子多孙这样美好的寓意。所以说，清朝的皇帝是非常喜欢葫芦这种器型的。然后这个瓶子它是掐丝珐琅工艺的。什么是掐丝珐琅呢？就是在这个金属胎上面用铜丝掐出您想要的图案，然后在里边添上这个珐琅釉料，然后再入窑经高温烧成的，最后进行打磨、抛光等一系列的工序而形成的。而且里边的这个葫芦瓶，它的器型非常的大，在当时是很难烧的，现在是我们院藏的珍贵文物。那所以说这个净典阁应该说以前它是存放玉牒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它的功能就是去展示我们沈阳故宫拥有的一些珍宝，然后对游客去进行展出，是这样吗？是的，是的。对，那其实我们知道文物啊，也是我们影视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灵感的来源。那其实很多的像是电影啊，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会去参考这些文物，比如说《封神》系列当中啊，这个乌尔善导演他就从各地的博物馆当中是获得了很多的灵感啊。那还有很多的影视作品是直接从文物获取灵感的，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12生肖。对，我们是流失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故事，然后也有爱国情怀的一个展现。还有没有？其实游戏也有，就是去年特别爆火的黑悟空，它也是到西安，一个城市山西是吧？对，去实地采访，去测绘它的那个雕塑的样子。有没有想到什么？其他人有没有想到什么？哪吒里面有那个三星堆的那个对，他们的那个小兽，对，那个也是在青铜器里面也是挺有名的。还有没有人想说一说自己对这个文物和影视作品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其实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作品是直接从这个就是文物把它进行一个拟人化，比如说《只此青绿》，大家有没有看过？对不对？我们在春晚上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展现，然后最后呢它又变成了电影，我们可以到电影院当中去欣赏啊。那我觉得我们文物啊也是真的是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智慧，然后能够成为我们现在当代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灵感源泉。好，那我们再继续向前吧。好，这边请。我们前方呢就叫做戒指宫。是当时皇太后居住的地方。
这个皇太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乾隆皇帝的母亲甄嬛。那当时呢，她是祭祖的时候才会回来居住，所以说这边就相当于是行宫。现在的室内面积也是比较小的，而且一般他们回来的时候啊，都会选择在这个比较凉爽的夏秋季节回来。一般冬天的时候很少回来，因为东北我们知道天气也是比较寒冷的。对，所以他们也是算是一个避暑的一个选择，是吗？然后我知道我们刚刚看的，像您说的，这是当时皇太后她居住的一个位置。我知道我们在进行游览的话，其实还会看到不少这个妃嫔的住所。那其实是皇太极的后宫，她的妃嫔们住的一些地方，是吗？是的。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皇太极的妃嫔，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名字，大家在影视作品里面也看到过。那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海兰珠，大家听过没？听过，对吧？听过。对，海兰珠就是这个皇太极的妃子。还有我们小时候会看的《孝庄秘史》，对。然后这个孝庄皇太后，她其实也是，她叫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对吧？是的。她也是我们皇太极的妃子。那其实我们平时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皇太极的地位高的妃嫔全部都是蒙古族的人呢？因为皇太极他不是满族嘛，但他娶的妃子都是蒙古的。那个时候满蒙联姻属于是政治通婚。我们现在知道都说满蒙一家亲嘛。对。所以说他有地位的妃嫔，包括他的皇后哲哲，全都是蒙古人。哲哲还有海兰珠和孝庄，他们3个人是姑侄3人。都嫁给了皇太极。对，其实这样的一段故事，我们也是经常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对吧？那我们其实跟我们沈阳故宫相关的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努尔哈赤，还有皇太极，还有乾隆，大家应该都看到过相关的影视作品吧？对，比较多了。是的，对，乾隆应该比较多，像《还珠格格》什么的特别多。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算是这个来沉浸打卡一下。那包括今天我们的游客特别的多哈，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些游客会穿着这个清朝的一些服饰来旅游那今天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位置可以去收获沉浸式的打卡体验。那各位作为这个电影爱好者有没有也想要去哪个影视取景地去打卡，或者你们已经去过的有没有？还真没去过。昨天去了我们那个中晨影视制片厂因为现在还没修好嘛，但是里面搭的景色都非常像我们东北喜剧拍摄的那种取景地。之前我听说也有像高叶也在这里拍摄过电影。对。还有没有想去哪儿打卡的？影视取景地有没有想打卡一下末代皇帝溥仪做的那个？好的。那我们未来在沈阳还有好几天的行程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去寻找一下我们影视作品当中曾经看到过的地方。那现在呢，这个我们一个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已经是成为我们游客外出的时候的一个首选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深入的去体验沈阳。好，那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已经打卡了一些东北喜剧的取景地，或者是一些还原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了。那大家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东北喜剧可以分享一下？其实比较有代表的可能就是神马组合，他拍摄的很多去年票房特别高的抓娃娃，然后还有像是麻花开心麻花，最早也是在我们这边开始有舞台剧，后来逐渐改编成电影，比如说《夏洛特烦恼》《西红柿首富》，这些都非常经典。对，而且神马就都是东北人。对。然后我是比较喜欢那天，当时那个《片片喜欢你》，那里面男主角孙杨他其实是广东人嘛，但是他跟那个李雪琴他们其中碰撞出的那种喜剧火花也特别有意思，然后就很想看看这部电影在这里有没有什么一些场景什么的。去体验一下。对，虽然片片喜欢你是在我们澳门进行拍摄，但是就像您说，会有这个东北演员的参与，所以也是看到南北的喜剧文化进行了一个碰撞。那还有没有想分享的？其实看了很多电影，就只要是喜剧里面融杂了一些东北元素，或者是只要有东北的喜剧演员出演，就都会感觉那个片子他们出现的那个环节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其实我们在您还有什么想分享？您说两句。我还想到一个，因为那个也是今年吧，有一个火锅艺术家上半年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讲了由东北人去四川开火锅店的故事，但其实里面的角色都是东北人物居多，然后讲述他们在四川了解当地文化然后弘扬
东北加上四川的这种杂糅的这种火锅的艺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对，而且像您说的，我们好多这个喜剧作品都是把我们东北人放到一个可能南方的城市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城市，会制造出一系列的这个又好笑又感动的这样的故事情节啊。那大家都知道，都说这个东北方言的感染力很强。那大家来了一天了，有没有学几句东北方言？干哈的？还有没有？咋的呀？老铁。还有吗？您来分享一句东北方言。其实我老家就是东北的。啊，您是东北哪儿的？我沈阳，就是沈阳本地的。就是沈阳本地人是吗？对，所以我一般就是普通话和带东北的口音自由切换，就是现在刚回家就马上就切换成东北话版了。啊，您这几句话就听出一点辽宁味儿了，感觉。对，而且辽宁每个地方的方言都不太一样，每个城市都有一点自己的味道。对，而且因为我是吉林人嘛，我们东三省啊，这个辽宁方言是最有特点的，是不是？是的。你能不能教我们一句这个有特色的沈阳话？哎呀妈呀，这道给我卡的。卡秃噜皮了，卡马路牙子上了是吧？对，然后其实我们聊了几句这个东北方言、东北喜剧，能看出大家这个氛围就很欢乐啊。那我们东北就是一个带给大家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是首先游览了沈阳故宫。那在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短短的游览当中，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了沈阳故宫很小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去深入的去进行打卡啊。那我们也已经体验到了沈阳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啊。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然后跟随所有的观影团的代表们，我们一起呢去走进沈阳的大街小巷，还有名胜古迹，然后去跟我们一起云游沈阳啊。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我们稍后再见。